其实梁晶当时完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水平出来。但是他没有夺冠，其实也是有点可惜。然后我这一次来呢，我觉得我应该想把这个冠军给拿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日本，看看我后面就是富士山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，其实还挺激动的，因为富士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浪漫的地方啊，确实非常的漂亮啊。而我来这次不光是看了风景啊，也是为了比赛，比日本富士山越野赛168公里的组别，我将明天就开始挑战了，大家祝我好运吧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这也是樱花吗？对，然后没有雾，应该富士山能很好的远望富士山。大选手加油！听说有2000多人一起跑168，我无法想象这个组别在国内基本上没有那么多人来跑的。看来今天氛围会异常的火爆，我也期待去感受一下富士山一路上的美景，然后跟那么多跑友一起跑。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到达终点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挑战自己的，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不错的了。然后今天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！Safely, thank you。ご参加の有料選手を2019年的时候，我的队友项目昭跟梁晶他们两个都参加过富士山的越野赛。那时候通过影像方面看到他们在富士山的鏖战，感觉特别的激烈精彩。其实梁晶当时完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水平出来，但是他没有夺冠，其实也是有点可惜，拿到第2。因为很多越野跑圈人说，在我身上看到他的影子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形影不离，然后很多比赛都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成长，互相激励。只要我能拿到冠军，我觉得他也有能力拿到冠军。所以说，这也是我们当年年少轻狂时立下的一些目标跟梦想嘛。如果我能完成，也代表他也有能力完成，只不过他先走一步而已。富士山2019年，我第一次听到这场比赛的时候，当时还挺惊讶的。我说这比赛怎么还有那么多奇葩的规定？不能用登山杖了，还要洗刷鞋子，还要带便携式马桶。我说我什么时候比过这样比赛？哎，以后我打死也不去。后来看到梁晶他们比完这场比赛之后，哎，感觉挺有意思啊！想想算了吧，那只要能比赛，咋样都行。人家规则说了写了，那咱们就遵守。只要有机会能去参加，那我就一定还是会去的。我觉得还是值得的，毕竟环境环保这种问题还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。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，只有走出来我才能知道。野草草原，看着让我想起了宫崎骏里面的漫画里面，好治愈的感觉。感觉回到了动漫里面来，风景真的好不错。这个赛道可跑性很强，而且路面跑起来很舒服。这就扑水的吗？不能，这里能扑水吗？不能。不会到50公里才补水吧？
那得到山下找去。See you, my friend. 在补给方面的话，我今年带了80根胶左右吧，我觉得基本上补给全靠胶了吧。感觉怎么样？对，挺热的。对啊，这只有。感觉怎么样？跑到这里？挺热，感觉热。还是热啊？对。但是状态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接下去还是这个速度继续保持。还行还行还行。吃胶。往4个盐丸就行。收。包里面要放多少？够。拿2个可以。够，还有7、8个，啊，还有10个。放，不用吗？太重了。今天有点热，消耗不是很大。哎，你用湿纸巾擦，头灯什么要换吗？不用，到90吧。好。好。等下他到了你就跟我说一下，他离我出站离我有多远啊？好的，你想随便。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吧。加油啊！好。他状态是我好还是他好？差不多。感觉怎么样？还行。快也快不了。
后面一个上一个站离我多远？10几分钟。10几分钟是吧？哇，这日本的这挺猛啊！按理来说到这个点应该崩了，以前也没看到那么猛的。咱给我发一下短信啊。13分差変わってないよ。ここからつまんないっすね。いやまだまだここからここから。もしかしてさらに皆さん盛大な拍手をお迎えください。トップ選手がこちらに向か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。この走りを見てください。この力強い走りでただいま優勝。36，19小时36，跟那年小选手一样。啊，今天我终于完成了富士山100英里啊，比的还是挺酸爽的，现在浑身酸爽。然后跑了19个小时35分，累计爬升7170，161公里，哎，真的这场比赛比的还挺艰苦，本来以为可以慢慢跑的，然后因为以我以前对日本选手的了解的话，觉得他们，以前的日本选手不会很快，这次没料到来了一个挺快，我以为他一直跟着我保持10分钟距离，哎呀，我以为他要爆，结果一直没爆，哎呀，一直在后面鞭策着我。然后跑出来成绩还是可以的，虽然说被人追的时候是有点痛苦，但是有时候稍微停顿下来看一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蛮享受这场比赛，还是挺治愈人的。我觉得圆了这个梦，就是他那年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我做到了，也就代表他做到了吧。然后他的目标基本上跟我是一样的，接下来我去完成那些目标，其实也就代表他也有能力去完成。